说到预言和穿越时空这样的事情，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是科幻电影的情节。可是如果我告诉你，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声称自己去了趟未来呢？而且这一去就是将近2000年后跑到了3906年的世界，还带回来了很多关于未来的所见所闻，听起来是不是匪夷所思？但这正是被称为狄纳赫预言的故事核心。一位生活在100多年前的瑞士老师，经历了一场离奇的昏迷后，写下了关于未来世界的详细见闻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既神秘又有趣的故事，看看3906年的世界在他的描述中究竟是什么。首先，这位瑞士老师名叫保罗·阿马迪斯·狄纳赫，他的故事要从1921年说起。那一年，狄纳赫因为感染了一种罕见的嗜睡性脑炎，昏迷不醒地躺在日内瓦的医院里。这一睡就是整整1年，谁也叫不醒他。医生们觉得情况不妙，但也只能尽力维持他的生命体征。然而，没有人想到的是，在狄纳赫深度昏迷的这1年里，他的意识竟然醒在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时空。当狄纳赫的意识苏醒时，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高科技的医疗设备和洁白的天花板，一切都透着未来感。他试图坐起来，却觉得身上无比虚弱，而且四周似乎有装置固定着他，动弹不得。更让他心惊的是，他低头看到的身体并不是自己熟悉的样子。狄纳赫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人的体内。周围很快出现了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他们穿着奇怪的服装，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狄纳赫想要和他们交流，可他说的却是100多年前瑞士的德语方言，对方根本听不明白。场面一度相当混乱，狄纳赫不认得这些陌生人，而那些人也对狄纳赫的举止感到困惑。这幅情景其实非常戏剧化。试想一下，一个3906年的物理学家突然开口说起1910年代瑞士口音的德语，家人朋友肯定都要怀疑人生了。没错，狄纳赫发现自己来到了3906年，而他所附身的这个人是生活在3906年的一位著名物理学教授，名叫安德烈亚斯·诺瑟姆。这个诺瑟姆教授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意外事故，一度濒临死亡。当他苏醒过来的瞬间，身体里实际上已经换成了来自1921年的狄纳赫的意识。难怪他醒来时语无伦次，还不认识自己的家人。对于3906年的医生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失忆和人格大变的病人。诺瑟姆教授突然说着古怪的语言，焦虑不安，而且彻夜不眠。医生们检查了一番，发现他身体倒没大碍，就是精神状态很异常。一时间谁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只能暂时认为这位教授可能在事故中受了精神创伤，导致短暂失忆和认知紊乱。既然找不出别的原因，3906年的医学专家们决定对诺瑟姆教授展开全面的再教育，帮助他恢复记忆。他们耐心地从头开始给这位失忆的教授补课，讲解过去差不多2000年间地球上发生的历史变迁，就像给小孩上历史课一样，从21世纪初一直讲到39世纪，让他重新了解世界。然而，这些未来人并不知道的是，坐在他们面前听课的灵魂其实来自2000年前。狄纳赫就这样半推半就地接受了3906年人给他安排的速成历史课程。在这个过程中，狄纳赫逐渐弄明白了眼下的处境，原来自己的意识真的穿越到了未来，而且寄居在诺瑟姆教授体内生活。当时3906年的人类社会中，居然对这种现象也有所认知。他后来了解到，未来的人把这种灵魂穿越的情况称作超视觉现象，通俗点说就是意识漂移。3906年的科学家似乎并不否定灵魂存在，他们认为人的意识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脱离身体，穿越到别的时间或空间。狄纳赫的经历对3906年来说虽然罕见，但并非完全不可思议。于是这1年的时间里，狄纳赫就以安德烈亚斯·诺瑟姆的身份在未来世界生活、学习，亲眼见证了一个遥远年代的人类文明。时间一晃，1922年到了，也就是狄纳赫昏迷1年之后，
他在瑞士的身体奇迹般苏醒了。对迪纳赫来说，他仿佛做了一个超长而清晰的梦，梦里的时间长达1年，细节丰富到不可思议。当他重新睁开眼，回到1922年的医院病床上时，一切恍若隔世。那种感觉我们可以想象，就好比你晚上睡了一觉，结果梦到自己去了2000年后的未来生活了1年，醒来却发现还是在自己原来的时代，谁都会怀疑人生吧。迪纳赫开始也是将信将疑，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在昏迷中经历的一切并不是普通的梦境，没有哪个梦会连续1年都那么连贯真实，更不可能让他学到那么多全新的知识。于是他认定自己是真真切切的在未来世界待过1年。不过在1920年代，说自己灵魂穿越时空这种事要是宣扬出去，多半会被当成疯子。迪纳赫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不敢到处张扬。他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过着平凡日常，白天照常去学校当他的老师，教书上课，晚上回到家就偷偷把昏迷中所见到的一切写进日记。他把未来的1年里听闻和目睹的历史、社会和科技细节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可以说这是一份详尽的未来见闻笔记。在迪纳赫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乔治的年轻人，非常勤奋好学，深得迪纳赫的赏识。课余时间，老师和学生2人也经常促膝长谈，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迪纳赫最后还是将这个惊天秘密透露给了这位学生乔治。他向乔治分享了很多关于21世纪一直到39世纪之间将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变化。不过，迪纳赫有意避开了20世纪他所在年代的事情，比如他没有告诉乔治2战会怎样，因为他自己其实并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未来的时候，3906年的人并没有告诉迪纳赫20世纪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迪纳赫最终会回到自己的时空，如果让他提前获知自己时代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万一传出去改变历史进程，那可不妙。在未来人看来，这是违背天意的事情。所以迪纳赫虽然学到了从21世纪往后的历史，却对自己所处的20世纪未来一无所知。1924年，迪纳赫因肺结核病重不治，生命走到了尽头。他深知自己这一段离奇经历实在太重要、太惊人，临终前非常希望能把故事留在人间。于是他将自己誊写整理好的全部日记手稿郑重地托付给了学生乔治，希望后者能将这些内容整理发表。乔治含泪答应了老师的遗愿。在迪纳赫去世后，乔治兑现了承诺，他把老师的手稿翻译整理成书，最初在1920年代用德文出版过一种版本。后来乔治回到希腊任教，又在希腊语界推动出版了这本书，书名叫做《未来编年史》，也有译者称其为《玫瑰之谷》。因为书中有一段关于玫瑰之谷的重要描述，所以得名。这本书公开发行后，迪纳赫当年昏迷中预见的未来才逐渐为世人所知，人们把其中的内容称作迪纳赫预言。说了这么多背景，那么迪纳赫在3906年的世界到底看到了什么呢？他笔下的未来2000年历史又描绘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轨迹？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迪纳赫日记中记录的时间线来一步步看看2000年之后人类社会如何演变，最终到达3906年的未来世界。首先是21世纪到23世纪初，这一阶段人类开始正视并逐步解决一些困扰地球的重大难题，比如人口过度增长、生态环境破坏、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导致的危机、粮食短缺和饥荒、集权暴政和局部冲突等等。在我们21世纪初，人类已经意识到很多全球性问题，而根据迪纳赫的记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全球共同努力在逐步改善这些情况。然而，尽管大家在想办法治理环境、控制人口，但在21世纪和22世纪，人类依然面临许多困难。许多普通人终日为了最基本的生计和财务问题奔波，仿佛被困在一场无休止的生存竞赛中，没有闲暇去追求心灵的成长。听上去是不是很眼熟？没错，这和我们当下的社会状况很相似。很多人为了房贷车贷忙碌一生，根本无暇顾及精神世界。当然，在迪纳赫所写的未来，当时也是类似的焦虑情形。
不过，人类并非没有进步。大约在21世纪末、22世纪初的时候，迪纳赫提到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取得了一个跨时代的大发现。这位科学家找到了电磁能量、重力、精神能量和反重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相当于搞清楚了物质能量与精神能量如何联系在一起。这一发现让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虽然迪纳赫的日记中没有给出这个科学家的具体姓名，但可以想象这是个类似爱因斯坦加特斯拉级别的人物。这项发现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科学界因此掌握了拍摄和探测精神能量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人类可以用仪器观察到精神力量的存在和流动。越来越多的人学会开启自己内心的以太视野，能够看见平时看不见的灵性能量进出我们的世界。这听起来有点玄幻，但放在未来的高科技背景下，也许就跟我们今天使用红外热成像仪看见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一样正常。有意思的是，迪纳赫提到，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转变。随着观念提升和科技发展，人类逐渐都成为了素食者，对肉食的欲望消失了。可能是因为对生命有了更多尊重，也可能是出现了完美替代肉类的营养来源。总之，未来的人们不再宰杀动物来获取食物。这点对于热爱烤肉的小伙伴来说可能有点难以想象。不过想想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也许吃颗营养丸就饱了，吃不吃肉已经无所谓了。在这个时期，人类还开始向地球以外寻求发展。迪纳赫笔下提到了火星殖民的壮举。2204年，人类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星际移民，大约有2000万地球居民搬迁到了火星，在那儿建立殖民地，追求所谓的星际新生活。2000万人移居火星，这场面肯定盛况空前。想想现在我们还在为登陆火星做准备，而人家22世纪已经万人移民火星了。迪纳赫当年写出这个情节也算是脑洞大开。然而，这次火星移民在后来被证明是一场悲剧。据预言所述，在火星上人类仅仅生存了几十年，到了2265年，火星上发生了一场特大自然灾难，可能是超级火山、地质崩溃或者别的我们无法预知的灾变吧。总之，移民火星的人类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这场灾难毁灭殆尽。2000万拓荒火星的先锋全部遇难，火星殖民计划也因此被迫放弃。人类这才意识到，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的美梦暂时行不通。这段故事听着让人唏嘘不已，雄心万丈地奔向星辰大海，结果却是一去不复返。总体而言，到2300年前后，人类成功缓解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也经历了新的挫折和挑战。别忘了，此时此刻，随着科技和文明的进展，地球上人口依旧庞大，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矛盾依然存在，而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反而在暗中累积。终于，在2309年，人类迎来了一个巨大灾难，一场全球范围的战争。迪纳赫写道，由于长期积累且未彻底解决的矛盾爆发，人类在2309年前后陷入了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它的规模和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战争。这场大战几乎摧毁了我们所熟知的大部分文明成果，城市被毁灭，人口锐减，许多国家从地图上消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争中有几个族群的人口遭受毁灭性打击。迪纳赫提到，当时所谓的黄色和黑色人种几乎灭绝了。这里黄色、黑色指的就是东亚及非洲裔等人群，可以想见这些地区在战争中伤亡极其惨重。这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相当于东方和非洲文明在那场浩劫中几乎断绝。不过，战争的惨烈倒也间接解决了先前的人口过剩问题，因为地球上幸存的人口数量很低的水平。当然，这可不是啥值得高兴的事。人类等于是用最痛苦的方式为自己的发展失衡买了单。当战争的硝烟终于散去，人类在废墟中艰难重建家园，经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缓慢恢复，幸存下来的人们痛定思痛，意识到绝不能让这样的灾祸重演。于是在人类社会深深的反思之下，到2396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世界政府。没错，
就是一个统一的全球政府。建立世界政府的目的很明确，防止未来再发生世界大战这种毁灭性灾难。为了彰显新时代的开始，人类甚至重新开始计算纪年，把2396年定为新的元年，相当于世界政府元年。这个世界政府可不是某个独裁者说了算的政权，而是由全人类共同参与选举产生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通过直接投票选出了全球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大多并非传统政客或商人，而是一些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贤者。可以说，人类挑选出了他们认为最睿智理性的头脑来治理地球，不再把命运交给一小撮政客斗争。在世界政府的架构下，全球的经济、军事和资源分配都由这个统一政府来协调管理。当然，各国家政府仍然存在，私营企业部门也依旧运作。不过，世界政府与各国政府以及民间私营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大家各司其职，通过合作来避免冲突和失控。曾经主宰经济的银行系统和股票证券交易所也在这段时期走向终结，被取代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价值计量和分配机制。迪纳赫写道，这是一种通过全民投票共识来对资源和能源进行分配的电子衡量标准。听起来有点像是把金钱变成了每个人一票的资源分配模式，也许类似我们今天畅想的数字经济或者资源币之类的东西吧。虽然实行了全球一体的管理，但是在刚开始的几个世纪里，新秩序并非完美无瑕。世界政府在成立后的早期也面临不少挑战。首先，一些人的国家主义情感仍然根深蒂固，让部分国家政府对世界政府存有抵触，甚至明里暗里对抗。这种博弈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毕竟，从古老的民族国家观念一下子跳到地球村意识不是那么容易。当时很多人虽然经历了大战洗礼，但要彻底放下民族成见，拥抱全人类一盘棋的理念，还需要时间。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某些极端组织试图颠覆世界政府的稳定。据记载，当时有一些被称作野蛮团伙的组织，利用黑客技术和科技手段，不断对世界政府的管理系统进行破坏和扰乱。这些团伙可能是不满统一管控的势力，或者残存的军阀，他们通过网络攻击、技术盗窃等方式制造麻烦。一时间，世界政府面临着逐渐滑向全球集权统治和被恐怖破坏的双重威胁。可以想象，那时候的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统一政府带来的和平，另一方面又担心权力过于集中或系统被人破坏，活在希望与不安并存的时代。所幸，人类社会在磨合中逐渐找到了平衡。在经历几百年的风波后，到2600年左右，绝大多数人类已经培养出了一种行星意识，也就是说，人类开始普遍认同自己首先是地球人，而不仅仅是哪国人、哪种族的人。这种全球一体的意识逐渐化解了各国之间的对立情绪，人们不再执着于狭隘的民族主义。随着人心的变化，世界政府的运作也变得顺畅而高效。那些早期搞破坏的极端组织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最终被平息。世界政府没有演变成可怕的集权统治，反而逐渐被赋予更多信任。人类开始习惯于用直接投票的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公民在重大事务上直接表达意志成为一种常态，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换言之，真正的全球民主在2600年之后成型，人类的政治文明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到了这个阶段，科技依然在飞速前进，甚至我们的交通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迪纳赫提到，2600年以后，世界上的交通主要依靠两种神奇的手段，一种是精神能量，另一种是飞碟。这句话读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什么叫用精神能量来进行交通？难道是会瞬移？这里可能需要发挥一些想象。我的理解是，那个时代人类已经掌握了更加高级的物理原理，也许可以通过某种能量场实现物质转移，相当于用传送门代替了传统交通工具。而飞碟则可能指的是那时常见的飞行器形式，可能是运用了反重力技术的圆盘飞行器。总之，在2600年以后，人们出行方式大不同于我们今天，不再需要高速公路上开车，
也不需要坐飞机在大气层内飞行，而是要么乘坐反重力飞船嗖地飞过去，要么干脆通过能量场瞬间转移到目的地。听起来既像科幻又像魔法，但在迪纳赫所见的未来，这就是日常现实。接下来是2600年至3400年左右，这一长段时期内，人类社会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黄金期，但在迪纳赫看来，这同时也是一个奇特的黑暗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物质层面，这几个世纪里，人类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精神层面却相对停滞不前。我们先说物质文明的部分，经过世界政府的努力，地球上基本的必需品得到了平等的保障。换句话说，没有人挨饿受冻，至少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都能满足。这时候不存在极端的贫富悬殊，大部分人过着安定的生活。当然，各地的科技发展水平可能还有一些差异，有的地区技术更先进些，有的地方稍微落后些，但整体来看，大家的生活水准都不错。而且科技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惊人的突破，比如人类对于地球本身有了更多认识，甚至开发出了地底世界。迪纳赫提到，科学家们发现了关于地球内部的诸多秘密，包括地球内侧竟然有类似小太阳和大气层的现象。人类在地球内部建造了城市，也就是说，未来的人类不光占据地表，还开拓了地底的广阔空间，也许形成了内地球文明的一部分。这听上去颇有科幻色彩，但在3906年的历史课本里，想必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再比如，医学领域发生了范式转变，在2600年以后，药物不再是医疗的主要手段，人类发明了全新的疗愈方法，医生们更多采用声音、色彩、光线和冥想来治愈疾病，而传统的吃药打针变得次要。乍一听很难理解，但想想现在我们也有声音疗法、光疗等替代医学，只不过科学性有待验证。而在未来世界，这些成了主流疗法，人类对身心的平衡有了更深入的掌握，也许通过调节频率和能量，就能治愈很多我们现在必须依赖药物的疾病。总之，未来医疗更自然、高效，人们的健康状况比现在要好得多。不仅如此，心灵能力也开始在部分人中觉醒。随着对精神能量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心电感应等超感官能力。人与人之间可以用意念交流，不需要语言文字，有人甚至能够看到平常看不到的景象，拥有某种程度的预知或洞察能力。这些在我们现在看属超能力的东西，在未来变得相对常见，至少不再是神话。这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因为想一想，如果彼此之间可以直接读懂想法，很多误会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都会减少，协作会更加顺畅。听起来这时候的人类文明简直棒极了呀！物质富足，科技神奇，大家还开始开发超能力。但你可能想问，既然如此，为何迪纳赫把2600年到3400年称作奇特的黑暗时代呢？原因在于，人类虽然在外在成就上登峰造极，内在的精神和灵性层面却依然相对弱小。简单来说，人类整体上还是物质导向的，社会风气依然崇尚财富、科技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功，而对心灵的修炼和精神的提升并没有多大热情。很多人衡量个人成功，依旧是看你拥有多少财产，掌握多先进的技术，而不是看你有多高的品德修养或精神境界。尽管那个时代人人衣食无忧，但追名逐利、攀比物质的现象还是存在，人们的内心并未达到真正的平和满足。所以在迪纳赫眼中，这几世纪的人类有点像身披黄金甲，内在灯火暗，外部文明高度发达，内在精神却停滞不前。这种状态足足持续到3400年左右。在此期间，人类社会虽然没有大的灾难和动荡，但也没有出现质的飞跃，尤其是精神文明方面始终在原地踏步。这或许也是很多先进文明都会经历的瓶颈吧。物质极大丰富之后，人们一时找不到更高的追求目标，容易陷入精神上的迷茫或停滞。然而，人类的故事并没有在物质的富足中止步不前。3382年前后，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悄然酝酿并爆发了。
这被狄纳赫描述为人类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现象，其实就是一次全球性的灵性觉醒。人类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自发获得一种全新的精神能力，这种能力可以称作超视觉或超直觉。说白了，它是比我们现有五感和理性都更高级的一种知觉，一种直接洞察真理和创造力的能力。狄纳赫写道，人们能够直接进入伟大的精神之光，获得直接的知识，而且这种体验具有极其强大而清晰的创造力。听起来相当抽象吧？打个比方，也许就像突然之间，每个人脑海里都开启了天眼或第三只眼，可以瞬间明白很多宇宙间的奥秘，和宇宙万物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又或者说，每个人都仿佛连上了一个巨大的意识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可以自由获取知识和智慧。这不是少数圣贤的特权，而是大规模在人类群体中涌现的能力变异，相当于人类大脑意识进化出了新功能。一开始可能只有极少数人觉醒，但接着是成千上万的人陆续得到这种超感知力。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们既震惊又惊喜。几千年来，宗教和哲学家追求的启迪境界，现在普罗大众也触摸到了门槛。这场灵性复兴从3382年发端，迅速扩展，把整个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超视觉状态的新时代。3400年至4000年左右，正是这个新时代的蓬勃发展时期。凭借超直觉、超视觉能力的觉醒，人类的精神文明发生了飞跃，整个世界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黄金时代。狄纳赫描述，在这个时期，大多数人都能通过与更精微的精神之光连接来获得知识，不再需要繁琐的学习过程。直觉和灵感成为主要的认知方式，人类对宇宙本质有了直截了当的理解。许多以前困扰我们的科学难题，在灵性觉醒后看来不过是些皮毛，因为人们的意识层级提升了，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了。随着每个人灵性潜能的大规模开发，人类竟然具备了以意念创造实相的能力。怎么理解呢？就好比在精神层面，我们可以靠想象创造出一个世界，而现在这种想法直接成真的事情，在物质层面也变得可能。人类学会了利用强大的精神力，直接把愿景转化为现实。这有点像神话里心想事成的超级能力，但在3900多年的社会，这几乎成为常态。科技和灵性在此融合为一。此时的世界政府依然存在，并且更加繁荣，但和早期不同的是，领导者的类型也发生了转变。在黄金时代的世界政府中，很多领导人本身就是拥有创造力和高觉悟的创造者，他们不仅懂科学和工程，还兼具哲学家、艺术家、神秘主义者等多重身份特质。这些领导者被人们敬为智者，他们带领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共同发展，而不只是当官管理行政那么简单。可以说，治理者本身就是道德与才智的化身，有点类似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那味儿，但更理，因为他们真的是身心高度进化的人类。在这样文明高度统一的情况下，人类甚至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语言，一种全球通用的行星语言。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语言已经不需要声音，它是基于三维立体的内在视觉图像来传达信息的。人们通过心灵感应，把自己想表达的意思直接投射为图像给对方接收，就好比把脑中的画面直接传送过去。这种交流方式完全超越了文字和声音，无论你原本讲英语、中文还是别的什么语言，在意识图像面前都没有障碍。每个人都是画面和意念的发送者和接收者，沟通变得无比直接，语言不再是沟通的障碍，全世界真正做到心意相通。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在生物学上也有了突破性的成果，他们发现并激活了我们人体中原本沉睡的多条 DNA 链。我们现代人类只有双螺旋2条 DNA 链在工作，那么或许在未来，人类基因中还有隐藏的链条被启动了，带来我们无法想象的新特质。这可能也是人类突然大幅进化的一个生理基础吧。总之，人类在身体和意识上都迎来了新的纪元。在这个黄金时代的社会里，资源极大丰富，科技近乎魔法，伦理道德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私有财产这样的概念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没这个必要。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获得衣食住行、娱乐消遣
以及各种科技产品和艺术创作，衣服、食物、住房、交通工具，甚至学习和创造所需的资源，全都是免费且充足供给的。听起来很梦幻，对吧？不用付钱就能获得一切生活所需，简直像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但在3906年的世界，这就是现实。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源分配公平透明，加上人们的欲望也变得纯粹理性，所以根本没有谁占有过多，谁匮乏不足的问题。每个人生而平等地享有地球的馈赠。由于思想道德的提升，人类彻底告别了一些残忍落后的做法，所有人都是素食主义者，没有人再去杀害动物来填饱肚子，自然也就不需要什么屠宰场。动物和人类和平共处，再也看不到我们现在这种动物园把动物关起来供人取乐的情况，更不存在奴役同类或虐待生命的行为。整个社会对生命充满尊重与爱护，从人到动物都被善待。在交通方面，曾经风靡一时的飞碟也淘汰了，被另一种更神奇的交通方式取代。这种新科技被称为场门，可以想象成在物质世界和更高维能量之间打开的一道传送门，人或物体进入这道门会被提升到一个更精细的非物质振动状态，然后瞬间移动到遥远的另一个地点，再通过场门恢复成物质实体出现在那里。听起来相当酷炫，简单说就是瞬间传送技术真正实现了，不用飞行器也能来去自如，地球变得没有距离感。经历了漫长历史的淬炼，人类这时终于算是修成正果了。曾经根深蒂固的凶残、野性彻底转化为了高贵善良的本性。我们曾经那些愚昧暴力的阴暗面都被漫长岁月中的自我提升所净化。在精神高度发达的文明里，欺骗、隐瞒这些东西也没有存在的空间，因为每个人都能够感知他人的情绪和意图。再高明的谎言，在众人彼此心灵相通的状态下也无所遁形。因此，秘密这种概念都变得多余。社会讲求的是公开、透明和真诚，人与人之间达到前所未有的理解与信任。社会中基本没有了贫富之分、强弱之别，当然，细微的差异还是有的。比如，每个人在公众中的声望、荣誉可能不同，这是源于他对社会的贡献和品德所获得的认可。但这些差异并不会演变成压迫或矛盾，因为没有物质利益的纠葛，全都是精神层面的评价，而且大家的寿命也比以前长多了。迪纳赫提到，人类寿命比我们现代整整延长了好几个世纪，所以不要惊讶，在3900年代，活个几百岁可能是稀松平常的事。试想，你有几百年的时间可活，自然也不着急在30-40岁就拼命赚钱买房了。因此，人们对于工作这件事的看法也截然不同。在那个时代，一个人一辈子中只需要工作大约2年的时间。没错，你没听错，2年就够了。其余的大把岁月，人们用来干嘛呢？当然是用来创造、探索和享受生活。由于科技极度发达，生产和服务的大部分工作都由自动化系统和人工智能完成了，人类不需要投入太多劳动力来维持社会运转。每个人只需要履行极少的社会义务，贡献一点点劳动，其他时间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有人选择进行艺术创作，有人探索科学奥秘，有人潜心修行灵性。总之，大家可以把生命用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而不是被生计绑架。对于我们现代社畜来说，这真是听得流口水，谁不想躺平啊？然而在3906年，这已成为现实，无需羡慕。总而言之，3906年的地球在迪纳赫的笔下俨然是一个接近乌托邦的美好世界，没有战争冲突，没有贫穷饥饿，科技与精神完美融合，人人平等富足，又各尽其才。如果非要形容，大概就是我们无数哲人幻想过的大同社会吧。也难怪迪纳赫身处其中时会觉得如同置身天堂。他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出震撼与感激的心情，感叹自己一个20世纪的渺小虫子，竟有机会亲眼见证这样宏伟辉煌的未来。他曾写道，那一刻他几乎想跪下来感谢上帝，让他在有生之年目睹了人类文明的这个巅峰时刻。
当看到未来人因为迎来灵性觉醒而激动欢呼的场景时，迪纳赫甚至热泪盈眶。可以想象，一个来自1922年的人，经历过一战的阴霾，亲眼目睹了几千年后的子孙过着如此美好的生活，该是多么震撼与感慨。在3906年的日子里，迪纳赫不仅学习了未来历史，也切身感受了未来社会的方方面面。当他的意识最终不得不告别那个时代，回到1922年的身体时，他内心一定五味杂陈。一方面，他要重返相对落后的20世纪，继续面对战乱和疾病，但另一方面，他又怀揣着对人类未来的巨大希望和秘密。他知道人类最终将克服重重困难，进入一个辉煌的新时代。这种对比与反差，相信让他此后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与众不同的视角。迪纳赫把他在未来看到的一切都记在了那本日记里。后来乔治学生把它出版成书时，还为其中很多超前概念惊叹不已。据说乔治发现，老师书中的不少描述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知的科学和历史范畴，有些内容连当时最聪明的人都很难一下子想到。比如书里预言了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的问题，而在迪纳赫生活的1920年代，这可还不是人尽皆知的概念。再比如，迪纳赫写到了人类殖民火星和放弃火星的过程，这种大胆的太空展望在当年绝对超前。要知道，那时候人类连登月都还只是科幻呢。还有书中关于全人类统一政府的想法，虽然后来有人提出过世界联合政府的理念，但迪纳赫的描绘更加具体细致，仿佛真的亲眼见过一般。更不用提那些关于反重力飞行器、心灵感应、意识网络之类匪夷所思的内容了。也难怪后来很多人把迪纳赫奉为预言家，他的手稿被整理成《未来编年史》公开后，引起了一些关注和讨论。支持者认为这可能是真人真事，迪纳赫以某种我们尚不理解的灵魂出窍方式前往了未来，回来忠实记录了一切，因此他提供的信息非常珍贵，而且似乎有些已经在逐步应验了。怀疑者则认为这不过是他编造的一部科幻小说或者臆想出来的梦境而已，只是碰巧和后来发生的事有些吻合。然而不管怎样，迪纳赫预言所呈现的未来图景本身就足够引人入胜，值得我们当作故事来品味思考。在结束之前，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如果迪纳赫预言的未来真的会实现，那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类意味着什么？首先，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在遥远将来可能实现的终极理想社会，没有纷争和匮乏，每个人物质富裕而精神充盈，这无疑是令人向往的。但通往那个美好彼岸的道路并不平坦，过程中人类经历了环境危机、星际冒险的失败，还有惨烈的大战与牺牲。我们这一代人或许看不到后面的结局，但正处在他预言中的开端阶段。比如他提到我们现今所遇到的环境和资源挑战，其实都是真的发生着。也许正因如此，这个寓言故事才具有某种警示意义，提醒我们珍惜地球，慎防战争，注重内心成长，否则可能就要经历他写的那些苦难考验了。迪纳赫本人从这趟未来之旅中也悟出了一个道理：物质生活并不是最重要的，人类终究要寻找内心的精神世界。在日记里，他多次强调了精神提升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回到现实的他，依然过着平凡日子，却用笔把这个非凡讯息传递给后世。我想，无论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迪纳赫想表达的一个理念都值得我们参考。科技和物质的发展必须伴随着内在精神的成长，否则人类文明难以真正成熟，甚至可能自食其果。在他的预言中，人类最终痛定思痛，走上了重视精神、追求大同的光明道路。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何不提前吸取这个未来经验呢？当然，关于迪纳赫预言的真实性，终究见仁见智。或许它真的是一部被包装成小说的寓言录，也或许只是迪纳赫编织的一场精彩梦幻。但不管怎样，这段关于3906年未来世界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奇的想象。它既有让人脑洞大开的高科技场景，又蕴含发人深省的哲理。人类最终的敌人也许不是外星人，不是天灾，
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贪婪与愚昧。而真正拯救我们的，除了科技，还有爱和智慧的升华。